那剩下的我们再把这个位置啊，我们把它分开。这边的一个分型，从我们的一个分型面来看，它是有2种方式。第一个呢，我们是能够朝着这一个方向从这边拉出来，是吧？从这边拉出来的时候呢，这一边呢，我们会全都变成一个，我现在所画的红色的位置，它会全都变成我们的一个碰穿。在理论上面来讲，我们的碰穿比我们的擦穿是要好的，也就是说，是我们理想中的一种分模方式。但是在模具在分模的位置里面啊，模具设计里面没有绝对的东西。如果说我们这个位置按照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方式，用延伸的方式我们把它做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抽取这一个面，这一个面，这一个面，下面的话呢，我们没有抽取出来，没有任何问题啊，它不会有任何问题。那我们只看这一个位置，当我们从这个位置把它抽取完成以后，我们把它返回到我们的一个界面。高于多出来的这一节我们不要，把它切掉啊，看一下我们的坐标是不是摆正的让它朝着我们这一条走，然后把它多余的这一轴方向多余的我们把它切掉。当我们切掉完成以后，大家可以再来看一下我们跟我们产品的一个位置。我们现在是只能这样子拉出来，是吧？因为我们这一边呢，它一定是这样子的，往这一边跟着它做一个平的，我们不可能呢这一边往上面凸起来，所以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最高点。那这个最高点大家可以跟我们的产品看一下，变个颜色，这个位置从图纸上面我们能够看出来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是贴死，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它在实际的操作的过程中它是不理想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我们封胶很麻烦配合这个位置绝对会跑毛刺、跑毛边，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我们这里呢就不是特别理想。当然也有同学可能会讲老师我这个产品要求不高，是吧？那我们有更好的方式，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方式呢？那我们的更好的方式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做一个擦穿的方式我们直接抽取我们的这一个面，抽取我们这一个面，把这一个部分呢，我们直接给它做一个延伸。至于下面的这一节大家有看到它变形了，那这个呢是没关系的，我们等一下呢把它多余的部分把它切掉。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的分型，这个位置的分型应该是在我们阿角的边缘部分。那我们这边呢，同样的，我们把它拉伸出来就可以了在做之前呢，我们先去把我们的坐标呢摆为一个绝对坐标，不然它又是弯的、斜的这边呢，我们把它往这边拉长一点，好吧？尽量跟这边呢，我们做到一个对齐吧，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带边着色状态。那这一个位置我们能够看到，是吧？跟这里是接触到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这一个面我们是做成一个擦穿面，这个面是个碰穿面那我们上面这个位置，我们的这个圆弧这个阿角，我们直接一样的同样的给它做过来。我做的比较长的时候，大家能够看到我拉出来了以后，它好像这个阿角呢有一点变形了。这边我们做到这里吧。然后这一边的一个状态呢，我们可以呢把它呢和这一个我们用制作刮角的方式，我们把它做出来。我们选择单个面。再来一次，单个面，还是一样的单个面。那我们这个位置呢，它是没接到把它延长一点，好吧？
这一边我们稍微延长一点，再来。OK， 刚刚我们是没接到啊，那我们把延长以后，我们这个位置呢就已经接到啊，顺便的我们把我们的产品放出来，让我们的这一个片体呢和我们的产品呢求一个差，啊，去除参数，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呢一样的变成我们刚刚所做的外围的片体的一个颜色，方便于我们自己呢去区分。那这个 R 角。大家能够看到啊，越往后面我们越容易变形，但是它变形的位置啊是在我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受的范围，我们只需要做到这里面的这一部分，我们没必要完全做这么长。像现在刚刚我所做的一个延伸是320个毫米，是吧？我们不可能做这么多的，也没必要，没意义。那我们这个位置所做的一个距离呢，我们可以把它等一下把它切掉啊。现在要做的，我们里面的这一部分它是连起来的，那我这个位置和 R 角和产品求差，求完差以后，再把我们中间空掉的这一节先去补起来。至于它外面的哪一部分是要的，哪一部分是不要的，我们暂时的先不去管它。先把这一节位置我们把它补起来。那这个位置的补救的方式，我们能够看到啊，它是比我们的这一个面要低一点的。是要低，那这个 R 角啊，我们看到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用另外一种方式，什么方式呢？我们直接用拉伸的方式啊，看会不会对它有一个改变啊？我们可以选择沿着这一条轴这一条边，我们去进行一个延伸。那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啊，它是没有接到，没有接到呢，我们可以尝试着做一点点延伸。那这一边呢，看起来是接到了，是吧？把它切一下，这边切掉。那剩下的呢，就是这一边的一个状态。啊，这一边的一个状态呢，那我们把它这一边把它补起来。第一个这里。这里的话呢，我们直接啊，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分析状态，然后再把这个片体呢，我们用我们的 NBN 啊，看能不能够把它做出来。啊，这个位置呢，我们不是封闭的环啊，也就是说这里的断开了一点点。我们把它返回啊，看到我们的一个分形线大概位置啊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一部分呢，我们给它做出来。这一部分的做法呢，其实呢比较简单。我沿着这里啊，因为我要把这个位置做出来，是吧？我肯定这个边线在这里，所以我把它呢做一个延伸，朝着这个方向画一条线啊，画一条线。那它这一条线我们所做的啊，我们可以把它呢投影到我们的这一个面上面去。我们也可以直接在曲面上面啊去画，但是我并不一定保证呢我画的是一个直的，所以呢我就用这种方式在这里的操作。然后呢，再是我们的这一边的一个状态，是吧？我们可以把它多余的这一节呢，大家可以给它看一下。啊，这一边和我们的这一个位置。做出来这一条线以后呢，我们就想啊，怎么去把这个面呢给它做出来啊？怎么把这个面做出来？如果说做不出来，那我们这个位置所做的这条线呢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我们现在想把这个面做出来了，现在已经有3个边，这一边。这一边还有这一边，那这一边位置呢，我们已经找到这一条线，是不是？那你想把这里做起来了，我们只有这里和这里连起来。当然，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状态啊，还是一样的，有想法就要去验证它
我们这样子呢，直接拉一条线过来到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面做出来，用我们的一个曲线网格，选择这一条，再选择我们所做的这一条，那我们再选择应用。那我们这样子所做完以后，我们这个面呢是做出来了，是吧？看一下它有没有立角什么的。没有。那这里做完以后呢，我们又发现是吧？我们原本所做的这一个面这个棕色的和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黄色的，它不在同一条线上面，也就是它产生了一个角度的分歧。那这样子呢，我们只能够2选1了。我们这上面接得很漂亮，是吧？中间这里呢，那我们可以把它舍弃掉，也就是我不要了，去除一下参数。中间这一节呢，我们把它舍弃。舍弃完成以后，我同样的还是选择用拉伸的方式把这个位置做出来。但是我拉伸的一个方向性的选择，我们会选择刚刚所做的、所拉的这一条辅助线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在这里把它切开。这个是我们在这里呢能够看到的然后这里切完以后，我们又发现是吧？外围的这一节我们又积积了。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同样的我们可以选择了不要它，还是一样的，把我们的坐标呢放到这里来，把多余的这一节呢，我们把它切掉，选择我们的一个 XC。那这一块是我不要的不要的话，我现在暂时给它隐藏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那这一边的一个位置呢，同样的我要把这一个面和这个面呢，我要把它做出来。我们可以用一下我们的 M 边这个是我们所做的一个状态看一下顺不顺畅可以的是吧？没有任何问题。那能够确定它是 OK 的，我们把我们原先的那一个不要了，删除的。这一边呢，同样的给它做过来延伸吧。延伸完成以后呢，我们剩下的在这里呢有一节呢是我们多余的，或者说我们不想要的，也就是回归到我们最原先最开始的一个状态。这一边的部分我们没必要做这么长，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而言，我们只要保证我们的一个蜂胶位是足够的就可以了。外围的这一边我们可以全都给它拉掉全都拉掉。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从这里做一个坐标，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里包括这一节，我们可以呢从这个位置出来一个30个毫米左右没必要拉的太多了30。那这一边呢同样的也是一个30的一个状态，30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一下这两边哪一边要低一点或者说我们就直接切这一块位置，只做到这里来。这边我们是一个缝合的状态，所以我们给它取消掉我们缝合的这个状态。这一部分呢不要了，这一个位置呢也不要了，这一个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放弃掉，包括这一边都没意义。这一个呢，我们做到这里以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片体如果说自己可以不确定的话，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就把它拉上来，在我们的一个 ZC 轴上稍微做一个片体。
那这个片体呢，我们有什么用呢？它只是方便我们自己来切啊，它没有另外的一个意思啊。比如说我这一个位置多余的是吧，我把它切掉。这一边呢，啊，同样的我也把它切掉。当我们把它切完以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还是空掉的，是吧？像这样子空掉的位置啊，我们正常的来讲，你把它补起来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如果说这样子直接来补了，我们这个 R 角呢，在加工的时候呢就不好加工了。可能有同学会直接这样子补下来啊，可以看一下，好吧？啊，刚刚那个片头我不应该把它删掉，没关系。啊，我把它稍微做短一点了啊。当我们用这一种方式啊去把它补起来以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 R 角在这个位置，我们还能够 CNC 把它撸出来吗？这个位置有没有感觉我们撸不出来了？是吧？正好是在这个圆弧的位置，你就直接做一个直角，是吧？那这个位置我们怎么做撸得出来？所以这种方式呢，是我们没有工作经验的同学啊，也没有去考虑到加工啊。但是我们把它做完以后呢，看起来这个片体呢还是很漂亮，是吧？但是漂亮没用啊，在这里。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做出来，在这里是一个失败品。那失败完成以后，我们尽量的选择从这里啊，也就是说把它都切掉一点，让我们呢有一个缓冲，或者说有一个转折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可以把它往里面呢拉进去4个毫米，或者说5个毫米都是可以的啊。做完以后，我们再把这一部分呢做下来，这一边呢同样的啊，也给它做过来，然后我们把我们上面的这一节位置把它切掉，那这一边的呢，同样的很简单，为什么？我们直接把它做一个拉伸，但是我们所拉伸的一个方向还是选择我们这一个辅助线的方向。注意，我们一开始所做的这个辅助线，现在它的一个作用是不是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啊，我们再把它这里多余的切掉。那这一边跟这里呢，同样的多余的东西不要它。啊，切不了我们就直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的一个制作拐角。那我们这一个位置我们就已经把它做出来了，是吧？当然我们这一个位置呢，大家看到有同学会问啊，老师你这里为什么还是一个直角？第一个，我们这一个直角呢，它不会跟我们的这个 R 角不会造成冲突啊，你能够直接搂过来以后在这里。第二个呢，我们这一个位置啊，在这里我们可以避空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封交位，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面在前后模的配合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空掉。然后呢，空掉以后呢，我们这里呢是能够导 R 角的。当然，我们在片体分模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导啊，因为导了没有多大的一个意义。所以呢，这里呢是我们在这一个位置的一个处理，同时后续的这一部分我们也要把它补起来。那这里呢有一个高低的一个落差值啊，我们先把这一部分啊给它做好。这里呢，我们有一个间隙值可能比较大的位置，或者说我们这里切的位置啊，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啊，真的切的位置啊稍微不平整，是吧？有一个位置我们凸出来的一点，我们把我们的坐标啊摆一下，然后重新切一刀吧。XC 0啊，完全在外围，那就不管它了，直接去做一个片体啊，选择我们的 ZC 轴，把它拉朝下面拉，不要朝上面拉了，上面拉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一边呢，我们同样的往这一边呢做一个延伸。
还是少了一点，再延伸一点。这边呢也同样的是一个目的啊，把它这边做一个延伸。那多余的位置我们把它切掉。这个位置我们不去选它的那个东西啊，我们直接选这个边线试一下。刚刚那个选面的时候呢，这个位置有一点点问题。同样的，现在也还是有一点问题啊。那也就是这个位置呢，我们可能有间隙，我们可以把它呢进行一个缝合，把所有的面在这个位置的面，我们进行一个缝合。0.0254，那我们现在这样子看起来呢，我们这一边呢是没有问题的，是吧？我们再把它呢进行一个切除，还是有一点点，还是有一点点，我们可以把它呢进行一个延伸啊。再把它去切一次，如果说这样子还有的，那我们就只能想另外的方式了啊，是吧？现在就没有问题了啊。其实呢，如果说这样刚刚那样子不行，我们后续的一个处理呢就会麻烦很多啊。这个位置呢，同样的，好吧？啊，我刚刚是漏选了。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要认真一点啊。像我刚刚就是漏选，把它多余的位置呢，我们把它切掉。然后这一边呢，同样的，我们把它做过来。这一边多余的，同样的也给它切掉。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它这边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啊，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下面的时候呢，这个片体呢，我们到时候呢再去给它啊，到底是从这一边拉出来是吧？把它接平还是什么样子？到时候再看了。因为现在的这一个位置呢，它是一个斜面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平面，它是一个斜面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从这里呢把它切掉。这一部分也把它切掉，啊，然后呢，我们从这里呢直接拉出来，但是这个呢都不是我们现在最终的一个结果啊，大家都不用去在意，这样子做出来也可以，啊，这边呢我们去做一个延伸，是不是？然后我们再把这一边多余的位置呢，我们也把它切掉。啊，那这个位置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有感觉像是一个立角了，在这里，是吧？那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去把它导一个 R 角，可以把它导一个 R 角。那还有一种处理方式呢，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一边是平的，这一边是弧面啊，你也可以把它从这边呢拉出来。啊，也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做同样的高度，做同样的高度，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呢是把这一个和右边的做成同样的高度，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状态啊，也可以把它与左边的做成同样的高度，都是可以的。那这个位置呢，我们把它延伸过来，好吧，延伸。那我们这一个小细节部分的处理啊，我们就处理到这里。